伊格尔帕斯濒临墨西哥的一座德州小城。近期，这座颇具墨西哥风情的边境城市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为封锁移民通道，德州警卫队大军开赴边境，拒绝服从白宫命令，接纳境外非法移民的进入。这样的做法导致德州警卫队与联邦政府军在这个小城武装对峙。正值美国大选即将来临之际，非法移民问题似乎成为燃爆驴象之争的导火索。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以德州为代表的美国南部州尤其如此。自2023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承诺放松移民限制，对美洲各国民众放开进入美国的通道。此举让无数偷渡客看到了前往美利坚的希望，令南部各州陷入空前的移民困境。据西方媒体报道，2023年美国一共涌入非法移民320万人，其中经德州进入美国者高达250万人。庞大的移民群体不可避免地给德州带去种种社会问题，比如移民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当地劳动力供给过剩，降低了本土民众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再比如，由于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形成的社会隔离与文化冲突。基于此，德州政府出台了严厉的反非法移民法案。去年12月18号，德州州长阿伯特签署法案，将移民越境德州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赋予各地执法部门逮捕非法移民，各地法官将犯罪者驱逐回墨西哥的权利。同时，调集重工继续修缮边境围墙，装设铁丝网，用大巴车将大量已经定居在德州的移民运送至纽约、芝加哥等拜登政府主政城市。今年1月12号，德州警卫队还封锁了谢尔比公园，这里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重要通道。德州的一系列行为引发拜登政府严重不满，为解决边境移民冲突，联邦政府将该问题诉诸至最高法院。今年1月22号，拜登政府以5-4的投票结果获准进入德州，打开移民入境通道。然而，阿伯特和德克萨斯州的人民显然不打算遵循这一决议。阿伯特公然表示，他将继续带领德州人民捍卫边境安全，并宣布打响孤星行动。为封锁边境移民通道，德州警卫队被调往美墨边境线一带，不惜与联邦军队发生武装对峙，也要保护边境围墙和封锁网。随后，国土安全部向德州下达命令，要求其放开对谢尔比公园的限制，至少允许联邦执法人员进入。德州政府表示，谢尔比公园仍向本土公众开放，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不在其中。很快，阿伯特和德州的孤星行动在全美引发极大反响。1月25号，25个其他州联合发布声明，鼎力支持阿伯特守卫德州边境安全，对抗拜登政府的行为。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穆迪发文称，德州正在为他们的主权而战，也在为这个国家的主权而战。在写给拜登和国土安全局的信中，穆迪等各州检察长直言，如果你不能执行法律，那就让我们自己来。阿伯特的反抗行动赢得全美半数州的支持，但巧合的是，这25个州全部属于共和党执政州，即拜登政府的对立州。这种情况很难不让人怀疑，德州非法移民问题的背后已与党争问题深深纠缠在了一起。实际上，移民与边境危机是美国政坛数十年来分歧最大、因素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也让德州与联邦政府的边境移民对峙不可避免沾染了浓厚的党争色彩。尤其是历届大选到来之际，移民分歧更是驴象之争的关键。只不过这一次两党关于非法移民的对峙来得格外猛烈，时间上也十分超前。特朗普时代，政府向来推崇本土主义，对境外移民持强硬态度。然而，拜登上台后立刻表达了对非法移民的开放态度。2023年1月，拜登外来移民签署新法令，承诺每个月接收12万美洲移民。同年5月，特朗普有关非法移民的快速驱逐令第42条被废除。针对境外移民难题，民主党向来主张为任其进入美国，并帮其获得合法身份，而共和党更关心边境安全，主张强制驱逐非法移民。两党执政理念上的巨大鸿沟，注定了二者会在移民政策上产生截然不同的侧重点。与此同时，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本土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根源是为了迎合白人的选票，共和党则认为民主党在通过接收外来移民增加少数族裔的选票，以加强对国会席位的控制。除言语上的口诛笔伐之外，双方还切实发起了打击政敌的一系列动作，比如德州的转运移民。2022年，阿伯特等共和党政客使用大巴和飞机，将上万名边境移民运送至华盛顿等共和党执政城市，以抗议拜登的移民政策。就连副总统哈里斯的住所周边也已被大量南部移民包围。可见，目前美国移民政策正受到党争的保驾，无论谁来执政，都无法拿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
并且随着民主党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国会通过移民立法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时，更偏向共和党的大法官们在最高法院中也占据着多数席位。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将举步维艰，特朗普也会趁此机会在该问题上大做文章。尤其是随着2024大选年的到来，非法移民问题愈发成为两党相互斗争和攻击的重要议题。德州孤星行动的发起就是驴象之争全面打响的信号弹。目前，美国2024总统大选仍处于初选阶段，可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已然火热。在各州的初选活动中，选民们屡屡被问及总统初选哪个问题最重要。大量选民认为移民议题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经济问题。特朗普2016年竞选期间就一度将移民与边境安全视作竞选核心内容，极力主张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以此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在宣布参与2024年的选举后，特朗普故技重施，又一次将移民议题摆到台前。尤其是目前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引发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每一场竞选都在他的支持者来对抗拜登引发的边境危机。此外，特朗普还表态称，如果自己当选，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甚至连合法移民也要严加管控。特朗普的发言招致纽约、伊利诺伊等民主党执政州的严厉批评，他们给特朗普和共和党打上反民主、反移民的标签。作为对民主党的回应，特朗普忠实追随者阿伯特立即加大对纽约、伊利诺伊的移民转运。很快，不堪重负的民主党州开始反转移民，并要求拜登采取措施管控移民闯进问题。但拜登政府也没有较好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导致美国移民问题十分尖锐，甚至影响了拜登的民意。美国最新的民意调研显示，在移民政策的支持率上，拜登仅有可怜的 18%， 这是自21世纪初相关民调开始以来历届美国总统获得的最低支持率。西方媒体认为，庞大的舆论压力有可能迫使拜登在移民问题上妥协，转而采取强硬立场，以对冲特朗普在该问题上的优势。但同时，拜登此举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拉丁裔和进步派的选票。也有人认为，边境安全是特朗普赢得2016大选的重要抓手，其本土之上的理念赢得了白人蓝领、低层次教育群体的大量选票。考虑到拜登目前在移民问题上的巨大劣势，特朗普的竞选核心或将再次围绕该问题展开。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正在为此事焦头烂额。随着非法移民迅速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拜登越来越急于寻求解决方案。今年1月26号，拜登同意在边境问题上采取更严厉措施，并呼吁两党尽快达成相关协议。据悉，该协议将赋予总统在非法移民数量过量时暂停庇护移民的权利，并加快移民遣返时间。对此，特朗普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称我不会试图限制德州政府，而是会向他们派出增援部队。就目前两党动作而言，特朗普以边境军事化为竞选武器，趁此挤压拜登和民主党的趋势愈发明显。至于拜登政府，除了放松移民问题口风，暂避特朗普锋芒之外，似乎别无更好的选择。美国德州与联邦政府的武装对峙，令深埋已久的美国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问题进一步暴露激化。目前，该事件已成为美国政坛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更是民主、共和两党相争的主要阵地。不过，此次德州与拜登政府的正面争斗，表面上是由于久拖未决的边境移民问题，但本质上双方矛盾升级的核心仍是两党党争的加剧。而这一事件带来的最终后果，就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进一步撕裂。